小友请留步，老夫占心补道，小友具有真龙之相。我没当回事，转头不再理会。突然，天上一道雷光劈来，再睁眼时，已是一条白蛇。这是一个天骄辈出、杀机四伏的浩瀚修仙界，大能抬手可碎山河，妖邪一念便是生灵，凡人与微末妖兽皆如蝼蚁，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我守着天才地宝，在大山里苟了500年。熬了50年，终于等到这口大餐，希望能让我再进一步。世间久为奇数，晶体50年一成熟，我已在此守护400年，前8次成熟晶体统统入腹，不知这第9次会有什么不一样。一瞬500载，终于从米粒之光成为了皓月之辉。这逆鳞虽只是雏形，却也杀力不凡。可惜未能化龙成蛟，寒潭的神意在消退，看来以后没法安稳当条宅蛇了。想要继续成长，就得出去寻找新的天才地宝和宜居之地。今天应该会是个好天气吧？你好，我叫陆渊，是这座山脉的山神。这次前来是与你做个交易。你最好有事。你吃了龙脉元精，已经属于大山的生灵。龙脉元精，原来这大餐还有这名号，早说。龙脉元精是一山多年气运凝聚而成，与山脉同根相生，属于不可多得的珍宝，你逃不掉这番因果的。所以呢？我帮你斩因果，你帮我做一件事儿。说说看。山里有座村子，现在还缺个教书先生，你很合适，只要你答应，我立即帮你消磨掉大半与大山的因果牵连，如何？好好想想，这笔买卖你稳赚不亏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算计我。因果之说并非虚言，我确实能感应到与这座大山的羁绊，让妖去给人开明智，这山神还真敢想。那村里有什么？告诉我真相，我考虑考虑。那村子承载了太多气运，易出龙。你需要做的就是收取那些气运浓厚之人为学生，庇护一二。至于村里其余人等的命运，你不得干预，也绝对不能吃人。让我想想。梦见那头母蛇了，大白天睡觉就知道做白日梦。我没想让你成为什么学富五车的才子，吃透1/10就差不多了。喏，这是化形果，吃下去之后，你可以提前化形成人。教化民智一事迫在眉睫，可耽搁不起太长时间。以后什么事情提前说清楚，不然我怕真有一天会忍不住拆了你这破庙。感觉咋样？好像没啥感觉。这化形果不会没熟吧？胡说八道，本来就没熟，但药效没差。果然如此，这山神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。没熟也敢给我吃，就不怕我化形失败变畸形？还挺大。太久没做人，连身躯运作都快忘了。别老晃荡你那玩意儿，大太阳底下遛鸟有伤斯文。哦，
还以为你会化形成少年样，大道天成就在脚下，意气风发，舍我其谁？等以后被人仰望了，估计谁都会对这样的少年心神向往，何等风流啊！少年模样虽好，但今世为妖，前世为人，以妖化人，我终究还是我。很不错，有我当年1/10的风采了。什么时候斩因果？现在。什么时候去村子？总得名正言顺才是。你这天赋神通有点意思，有名字吗？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如意，这神通也太 bug 了吧，连雷劫都能直接消弭。村长爷爷还在等人吗？是嘞，咱们村这下可有福了。有福？前几日突然接到落叶城县老爷的亲笔书信，说是碎叶城有个顶着秀才头衔的读书人要来这开设学塾，以后咱们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了。所以这些天，村长爷爷就是等那位秀才老爷。是啊，咱们这虽说是小地方，但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这世道，读书人大多出身世家或大厂，谁愿意来我们这苦地方？村里也就村长爷爷是几个字，连春联都得跑几十里山路去城里买。要是真能读书识字，以后说不定能出个童生秀才，那可就光宗耀祖了。看来今天是等不着了。老先生，你好，我叫柳相，以后是村子的教书先生了。好重的妖气！狗日的，一天天除了下雪就是下雨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的？老子都快得血盲症了，真是没眼力见儿！不骂了，不骂了，也忒小心眼儿了。遥想当年，这时节应该是儿童开心颜、纸鸢满天飞的光景，可惜喽，再也见不着了。那时候我还不是山神，大元未亡，哪来的大清？我坐镇天王山脉1000年，大清合作不过800年，终究是神比国老啊！老喽，就是容易念旧。这柳相还真是有点意思，完全超乎预期，事情进展顺利无比，倒是轻松得很。不过事情太好就不好了，还是得做些准备比较妥当。村长，你说这位柳先生学问大不大？既然都是秀才了，为啥要往咱们这穷沟沟跑，自讨苦吃呢？我说李寡妇，你该不会是见柳先生是青年公子，想凭着你那点姿色去勾搭人家吧？别做梦了，外头来的人见过大世面，你这脸蛋儿也就比我们这些黄脸婆强点，抹点胭脂就当自己是城里人了。按读书人说的，你这就是庸脂俗粉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平日里你们怎么吵都好，今天是咱们村的大喜日子，都给我消停点，别让柳先生看了笑话。还好意思笑别人，挺大身板，心眼却小，
跟秀娘结的梁子都1、2年了，这点芝麻事儿还不依不饶，要不要我叫你婆婆来跟你掰扯？先生学问怎么样？学问大不大不好说，但秀才功名在身，有一身儒雅气，定然差不了。读书人要么入庙堂治国，要么游学四方，心思哪是咱们能猜透的。对了，秀娘，你家娃儿满5岁了吧？刚好到入学年纪。家树这孩子聪明，说不定读了书也能成秀才老爷。不急不急，先看看再说。我就是想瞧瞧这柳先生是不是真有学问，会不会真心教孩子。要是个腹中空空的酒囊饭袋，把儿子交给他，岂不是毁了一辈子？对了，村长，柳先生多大年纪？长相咋样？我听城里说，读书人年纪越大，学问往往越深厚。嘿嘿嘿，柳先生可不是须发皆白的老者，比你们这些看热闹的青年还年轻，约莫26、7岁，相貌嘛，丰神俊朗。对，就是这个词。说了半天跟绕口令似的，还不如说长得周正呢。谢了，村里的情况我大致清楚了，以后咱们便是邻居，还请多多包涵。既然由我来当荣昌村的教书先生，便要先立规矩。我有3不收，1不教。1. 没教书修者，不收； 2. 看不顺眼者，不收； 3. 不是本村者，不收。还有便是年纪大于20者，不教。看样子要下大雨，而且不会小。猎人最忌黑夜入山，雨天停留，山路险峻，雨大了一打滑落石，稍不留意就可能埋在山里。老天爷开恩，让雨来的晚些，小些。打猎靠经验，更靠运气。今天这运气怕是不太好。萧在文人笔下是不相象征，可在村里他们是守护大山的精灵，受人敬仰，害死萧会引来大山记恨。可怀邺城的富贵人家爱养鹰隼，这只夜枭能卖2、3两银子，刚好够娘亲的要钱。抱歉，这次容我不信鬼神一回，娘亲的病不能当，只能委屈你了。但愿大山别怪罪。山跳风干成腊肉，够吃1个月荤香。明天去落叶城找喜欢养鹰隼的公子老爷，夜宵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先把野鸡给薛瞎子，换2副草药，娘亲还等着吃药呢。薛瞎子也真坑人，就仗着是村里唯一的郎中，赚邻里街坊的黑心钱，就不怕遭报应。娘，我回来啦！娘，这次运气还行，我这就去薛郎中那儿换2副草药。他说您的病得吃满49天药才好，等您好了，咱们一起去给爹上坟倒酒。啊，路上小心。嗯。离儿还是个孩子，不懂因果报应。他只是想让我这娘亲临死前过得好些，才不得已违了大山的规矩，还请精灵勿怪勿恨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们这些苦命人只能这样活下去。若是大山要记这笔账，就由我这妇道人家承担。只求我的孩子一辈子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大山的生灵啊，你该飞翔在天际，不该被人的欲望束缚。无拘无束才是你的归宿。去吧，
去看广阔天幕，去看无垠大地。离儿本该也是无拘无束的婴儿，是娘亲无用，对不起。陆渊下山前便说过，唯有村里的种子孩子才值得我教，其余人全看我心情。我本就不是不爱之人，更非圣贤，担任教书先生只是教业，没必要画蛇添足。所谓种子，便是气运加身者。我虽看不清气运走势，但陆渊说过，窍穴通达，先天精气盛而浊气少的，皆是罕见修行胚子，也是村子气运认可之人。于我而言，甄别法子很简单，血肉香气比旁人更香甜的，便是了。筛选完毕，总算不用应付无关人等，省了不少麻烦。从今天起，我便是你们的夫子。我课堂上没什么繁琐礼数，你们只需做到3点：认真听，认真记。上课时间未经允许不准说话打闹，发言需举手等我点名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这些孩子最小的4、5岁，最大的不过8岁，却比同龄人懂事许多，授课也能省心不少。第1堂课，不讲圣人学说，从认字开始。此字为人，一撇一捺看似简单，实则含义深远。天底下所有文字都是意识的载体，能让我们不开口便诉说心意，这也是人族能成为万物生灵之长的重要原因。知道为什么人字是这般形态吗？你们只需记住，人是万物生灵之长，受天道庇护。我白天听了你的课，比陆老山神当初教我的有趣多了。你就这么怕我？都好几天了，打算我在学塾一日，你就躲在树上一日。没最开始那么怕了，但陆老山神说妖精鬼魅不能轻信，万一你是装好人，骗我离开本体，就为了把我吃掉咋办？看来姓陆的没少在背后说我坏话。你可知，我若真想吃你，即便你牵动全村气运，也拦不住我。骗你的，咋这么不经斗了？真的。你信吗？吓死我了，再也不跟坏妖说话了。你有名字吗？我叫钱离。钱离，陆渊给你起的。妖兽起名大多无姓氏，我这般是异类，没想到这小精怪竟有姓氏，多半是陆渊的手笔。是呀，我喜欢钱，又是梨树化形，所以就叫钱离了。陆老山神说很适合我的。喜欢钱，俗世钱财对我们妖族来说意义并不大。对我们是不大，但对村里人像天大。我见过好多人因没钱痛哭流涕，甚至没钱治病死去。就算对我无用，能攒就攒，万一以后能为谁买命，不是很划算吗？既然你说钱财无用，为何束修收这么贵？我听村里人说，1两银子能买2、10斤米，够吃好多天了。你教书是好事，可这束修会让本就贫穷的村子雪上加霜。我定的束修是每个孩子1两银子，这年代落叶城平民1年都未必能攒下，何况山村农户。但这束修不能少。钱离，你觉得是1两银子金贵，还是识字读书金贵？都金贵。是啊，都金贵。对大人来说，养家糊口是头等大事，
读书前程在生计面前不值一提。对孩子来说，读书是希望能让他们在幼年时有机会走更高的路，过更好的日子。但钱离，你看了几百年红尘，却还是没看透人心。啊？好比去买肉，攥着铜钱挑挑拣拣，选块价钱合适的，虽心疼钱，却因等价交换而安心。可若有陌生人免费递你一块肉，你会不会反倒疑心肉有问题，或是对方不怀好意？会的，天底下不要钱的东西都太贫贱，学问也不例外。我若不收束修，甚至贴钱教书，他们反倒会不珍惜。学好了是孩子本事，学不好怪我教导无方。我既授他们一句先生，便要对这2字负责。束修是心意，也是敬畏。现在懂了吗？还是有些迷糊。草木精怪心思单纯，即便看尽几百年世道，也难参透人心驳杂。罢了，慢慢来便是。没关系，人心本就复杂。等你长大先慢慢看，不着急。就是这样。柳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陪我走走。刚才你不在家，我跟你娘亲聊了些关于你的事。我今天来目的很简单，看你顺眼。若是以后愿意读书识字，我可以教你，但规矩不变，束修1两银子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，规矩不能坏，束修还是1两银子，但你可以慢慢还，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。也正因知道你不会立刻答应，才没在你娘亲面前说。修行胚子若过了20，还未炼气开山，天资便会被浊气填满，沦为普通人，不值得我庇护。他还有几年时间，慢慢想吧。好好想想，过了20，再怎么顺眼，我也不会教你了。该称呼你为薛郎中，还是神仙老爷呢？一只妖，知道的倒不少。有事快说。你收那些修道胚子做学生，我没意见，但经理你不能动，否则就不能好好说话。你别逼我来一场降妖除魔，求之不得。看着挺唬人，陆地神仙就这水平，不大够看啊！若天底下的顶尖仙人都是这副德行，我单手就能锤杀一片。柳先生，能不能聊聊？可以。前些日子，灵儿跟我说了先生的好意，这次来是特意答谢。所以呢，你如何想？柳先生应该来自大山，对吧？有些话不必说透，这是当年跟着男人与城里人打交道时学来的道理。薛瞎子还真是个硬骨头。算了，你既然知道了，就不怕吗？村里能看穿我身份的，只有田离和薛全。那家伙挨了一顿揍，竟还嘴碎告密。不过身份暴露也无妨，陆渊看中这村子，定然会出手摆平，无需我费心。
说不怕是假的，但我没几年活头了，早死晚死都是命。这般一想，倒也不那么怕了。倒是看得开，他的身子骨我早已看透，病入膏肓，凡俗医术根本无力回天。所以你今天来，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祖祖辈辈在大山生活数百年，对山中生灵满怀敬畏。柳先生虽非人族，但我相信您不存害人之心。柳先生与离儿的谈话我知晓，我只求先生能收下离儿，为他往后多谋一条出路。吃下去会舒服些。好久没这般轻松过了。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。足够了。只要经理愿意束修不少，读书自然不难。他明明很难受，却只为儿子求前程，好伟大呀！既然他知道你的底细，为什么不求你根治他的病呢？活着不好吗？因为人情只有一份，他若为自己求治，我便不会收经理为学生。善缘本是纯粹，一旦开口所求，这桩缘法便走到了尽头。经理的体质很古怪，表象资质平平，体内却藏着一股莫名的劲儿。我问过陆渊那是什么，他却笑而不语，显然是故意隐瞒。活着不比所谓的前程更重要吗？我们妖山上的仙不都在为长生大道奔波？生命难道不是最珍贵的？谁说不是呢？能活自然无人想死。他若求我，我定然会救。可一旦救了，经离这辈子大概率只能困在大山里，运气好当一辈子猎户，运气差或许就莫名死在山中。他作为母亲，为了孩子舍弃自己最后的生机，这样的人值得尊敬。不过尊敬归尊敬，我不会过多插手。陆渊这老东西心思可真多，以交易让我守护子种子，还想让我心甘情愿领院庇护村民，手段倒是高明。不光是这妇人，往后村里与我有交集的人，恐怕都会被他当作牵动我恻隐之心的棋子，想让我本心节外生枝。只要我心不动，无论苦难还是善良，皆为过眼云烟。山不动，风不止，心坚神固，外物难扰。哟呵，这大长虫倒能看透这一步，有些麻烦呐。不过也无妨，500年还早，慢慢来就是。时间快到了，不知柳相还来得及否？但愿大庆那边别出什么幺蛾子才好。离儿这么好的孩子，不应该一辈子吃苦受累。青天老爷在上，民女这辈子不曾愧对天地半分，请保佑离儿往后余生平平安安。民女召妓，求死！大白蛇，你不救人就算了，为什么还不让我救？好人不该有好报吗？她可是你看中之人的娘亲，你真就没半点同情？我看中的是经离，而非赵姬。他的死活对我来说无关紧要，天各有命，这次能救，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既然是他所求，又是天道安排，就得认命。况且村子之人的命运，咱们那位山神大人自有安排。大白蛇，你不喜欢雪吗？喜欢，只是不喜欢雪天里的某个人。谁呀？
去蹭饭，你要不要一块？赵锦这姑娘性子真好，从没与人红过脸。可惜了。是呀，听说她年轻时相貌出彩，性子也温柔，从未与人红过脸。即便遭遇了那样的不幸，也没听见有人在她背后说过闲话。小郎君，这边请。柳先生在咱们村开设学徒，已是莫大恩惠，能前来吊唁，更是给足了面子。以后咱们村的红白喜事都不能收柳先生半颗铜钱。先生，这是我娘亲最拿手的酸菜红豆汤，可好喝了，您尝尝。哟，大冬天的还有花猫发春呢。替我谢谢你娘亲。好嘞。有事。经理这小子我看上了，你开个价儿。记吃不记打，这事儿你不应该与陆山神商量吗？踢皮球好玩，村里这代人里，你已收了资质最好的赵家树当学生，这是陆渊的安排，我认了。但经理资质还不如你其余5个学生，为何偏偏抓着他不放？抛开表象，赵家树气海通幽，清气绕体，未来成就陆地仙人唾手可得。其余5人资质尚可，唯有经理年纪大，清气消散，浊气入骨，再不修行，过了21变成凡夫俗子。明面上我是蹩脚赤脚郎中，实则是截天宗首席供奉。截天宗位列天下宗门前5，我更是实打实的陆地神仙。村子有个暗规，每100年有2个世外宗门前来选弟子。赵家树本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可陆渊授意柳下收他为徒，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被宗门带走。我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选经理。没想到这妖王竟要将所有种子尽收囊中。跟我说句实话，此举是你临时兴起，还是陆渊授意？若是陆渊的意思，我虽不敢多言，但道理得讲。若是这妖王自作主张，哼，打不过我，便喊宗门副掌教来，狐假虎威也得讨回公道。只是天王山脉有陆渊坐镇，我不得不掂量。你们在说啥呀？怎么还不能让我听呢？如果赵家树、青离还有其余5个孩子都是陆渊刻意安排的，阁下该如何应对？那来要人的就不是我了，而是咱们宗门最会打架的副宗主。一位山巅陆地神仙蛰伏村子10年100年，最后选了经离这么个翘学堵塞的废物。这不是你该好奇的事情。我最看重经理，但最终陆渊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更不算。怎么个意思？咱们谈了这么久，好像没听过经理自己怎么选吧？现在跟我掰扯尊重2字。挺好喝的，化形就是方便，连味觉都有了。大伯，
白蛇，你和那薛瞎子有过节？没有，是他来找麻烦。那你别生气，他就一个瞎子，到现在还没收上媳妇儿。你这么说，他好像挺值得同情的。经理最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，不是因为他是好人，也不是孝道，而是那份吃得住苦、留得住福的寻常心。本想直接找到经理交代原委，可这句话让我迟疑了。或许真该给他点时间。经理，你信不信世界上有仙人？待会儿我话会多些，你坐下听。以前呢，我确实骗了你，你娘亲的病没晚治，亏空太严重，神仙来了也没法子。我知道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实情，是你娘亲当初亲口叮嘱的。能猜到，我并不傻，只是不愿相信，心底还期许着一丝奇迹。当年你娘亲第一次察觉到身体异样，就来过我这儿，知道自己没几年可活，叮嘱我瞒着你，就是想给你保留一份希望，一份对过好日子的希望。以后有什么打算没？教书的柳先生愿意收我为学生，不过我自己知道，读书考功名我不是那块料，能识字就行。再攒些钱，去落叶城看看有没有哪家铺子缺刨汤打杂的伙计，要是能学个手艺就更好了。以后等钱够了，我自己就想在落叶城开家铺子，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儿子，安安稳稳，就是这样。还是太小。想不想成为所谓仙人？我？柳先生，你去忙吧，我找薛郎中有些话要说。对了，记得过了年来学署上课。生活很苦，可只要活着，总能尝到一丝甜蜜。没成想，咱们薛大神监还是个嘴巴大的，什么事儿都能往外抖落。你不给，还不允许别人说了。这事儿我问过陆渊，他给的答案模棱两可，我也拿不准。经理未来究竟是留在山里，还是跟随你去往大商，都得看陆渊老头的心情。哦。薛大神仙，能不能跟我说说看，经理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你下血本的特殊之处？都愿意冒着被我再揍一顿的风险出口谈条件。当初愿意收经理，不过是看得顺眼，没成想半路杀出个薛全，倒让我对他身上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道越发好奇了。陆渊不说，薛全肯定知情。看来你这位教书先生人缘实在不咋地，陆渊连这个都不肯告诉你，所以我这才来问你。我要不说，你想咋办？打一顿舒缓舒缓心情。你个长虫，别欺人太甚。大点声，希望你待会儿还能这么叫唤。人族最开始的登天之路上，有人手持长剑，堵在长生大道中间，一人一剑，杀得人神变色。后来呢？后来因爱怒嚣张，被围殴打死，灰都给扬了。所以，经理是那人转世？放屁！他若是别说陆渊，就算是那位，算了，反正没人护得住他。那名字是忌讳，不能提。天底下有修行路的存在，修行天才也随之诞生，而其中根据无数修行脉络，又将那些天才分成许多种。
例如赵家树，就是那100年难得的琉璃道胎，清气绕体，根骨通透，修行起来事半功倍。而经理呢，不显山不漏水，却是那杀力最大的天生剑胚。别问了，赶紧走。既然薛全不肯多说，趁着学叔放假走一趟脏扶峰便是。陆渊总该给我个说法。灵山客，群仙为谁来鼓瑟？遥闻天上鼓瑟声，声声悲愤，声声切。以我的境界，去往脏福山巅不过一念之间，只是想看看大雪中的山野，多踩踩脚下的积雪罢了。大白蛇，你为什么讨厌山神老爷子呢？他明明人很好的，以前还经常下山给我讲故事来着，对村里人也好，对山间生灵都呵护有加。我在村子待了很多年，陆渊一直护着我，才让我能保持赤子之心。我的不喜，不是对他个人，而是某些事情。陆渊对我的算计，我们之间的交易，还有村子里的势力交错，没必要跟小姑娘说。她的天真烂漫太过可贵，我和陆渊都曾有，只想让她无忧无虑长大。不太明白。不需要明白。可是不明白我会长不大的。那你明白了，就能长大了吗？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既然不确定会不会，那么明不明白还重要吗？好像也不大重要了。去玩吧，积雪都能把你捂严实了，争取堆出个大大的雪人儿。不错，不错，比初见时多了几分人情味儿，这很好啊，起码有彻底摆脱妖兽本能的希望了。托你的福，现在我体内残留的那点暴虐戾气已经消散大半，更像个人。人与兽的最大区别在于规矩，兽以活着为自由，循本性行事。心生暴力，人族有约束，看似画地为牢，实则秉承天道，善恶并存，阴阳调和，才助人族盛世。我灵魂是人，原主体内的本能曾影响我，初见时才那般冰冷不近人情。陆渊让我下山，既为助长种子气运，也是让我恢复人性。但愿你能生出恻隐之心，这样一来，才真正算是个人。别想，我就算当人也成不了君子圣贤。私心太重，这样挺好。拭目以待。陆渊，你不告诉我村子气运的真正来历就算了，我也不想深究。不过，你得告诉我，那里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我每次上山都会有种被压制的感觉？不光是现在，自神志补全后我就知道，这大山不凡，好似在镇压着某种恐怖的东西。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洗耳恭听。天王山脉的格局很有意思，藏扶峰多山水迷障，路途艰难，野兽毒虫众多，寻常人难以攀登。荣昌村人对其敬而远之。风阴间终年不见天日，深而广阔，水流湍急，暗礁极多，虽多鱼，却凶险异常。宝鸡谷四面环山，北边有唯一官道，山高路险，少有人来。三王峰多草药，古木形如三叉戟直入云霄，无大型野兽，是村里人捕猎采药的绝佳之地。藏扶峰是我立庙之地，风阴涧是龙脉元精凝结之地，养育了你500年。宝鸡谷是荣昌村气运凝聚之地，每100年都会出龙。三王峰则藏有古仙传承，村子以前的气运被人刻意压缩，前500年毫不起眼，这一切都是我想要的。其实啊，天王山脉连同我在内，都是一座人造法阵，镇压以南荒山当中的某个存在，他曾经的名字被称为神。曾经我所在的大元王朝，也就是大庆与西楚的前身，举一国之力，再联合4位最早走上仙路尽头的古仙人，一同将古神打落人间封印至今。神会败，却无法死去，所以才有了这座牢笼。神，人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
这说的可不是我这样的山水神奇，而是那些天生神灵，他们居于天外，俯瞰人间山河万万年。那你让我选择最看好的种子是什么意思？有些真相憋了太多年，不如以土为快。随着天生神灵陨落人间，4位古仙也就此身死，可大道痕迹还在，其中3位被封存在了大山里，这就是3王峰的由来。他们一直等待着有缘之人来继承大道脉络。龙脉元精和村里气运都是钥匙，只有相互融合后才能得到传承。只有你真心愿意去为他们护道，龙脉元精才能助长他们的气运。如今古仙传承开启在即，你的人选确定了吗？之前就商议过，我下山需挑选一位愿意为之护道的天才种子，待古仙传承开启，让其接受大道馈赠。赵家树琉璃道胎，年纪也小，心性不错，关键脑子够用。这样的人要是成不了山上神仙，谁还能成？除此之外，名叫经离的少年也不同寻常。按照薛大神仙的话来说，是个天生剑胚。这少年其实也很好，未来若能握剑，注定杀力非凡。就是年纪稍大了些，按照山上人的说法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以后的修行道路注定困难重重。那么你最看好谁呢？赵家树。确定不是因为他娘亲？说起来这小娘子还是颇有几分姿色的。好笑吗？到了我们这个高度，对所谓男女情爱看得很淡漠。修行之人斩红尘俗念，并非没有理由，牵绊太多，注定登高受阻。况且我如今半人半妖，不会对任何女子心动。玩笑结束，这困守一隅实在无趣，不如咱们打个赌如何？怎么个赌法？既然你这么看好赵家树来继承古仙大道，那么我就赌他继承不了。整座天王山脉都是你说了算，这个赌是输是赢，还不是你一个念头的事情。明知必输的局，我可没有送钱的习惯。既然这样不行，那咱们就定个规矩，你我从今往后都只能做分内事。比如我只管看守山脉，比如你除了那些孩子之外，不得插手村子任何事情。一旦我们之间谁违反了规矩，就是自动认输。放心，我这话还是有些斤两了，不会暗中作梗。那就说说赌注是什么？如果你赢了，之前约定的500年期限减去100年；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得在期限内庇护整个村子的安危。赌不赌？大白蛇真没意思。咋这么没童心呢？是不是从我进入封阴剑起，你就一直谋划着现在的事情？不是从你进入封阴剑，而是从你坠落南部荒山时就已经开始了。500年前，一颗天外陨星带着璀璨流萤，划破黑夜，遮盖银河明月的光辉，直直砸入南部荒山。我甚至不惜违反当初画地为牢的约束，亲自现身查探。陨星落地，4分5裂，从中爬出一条白蛇。那时候原主刚死，柳香魂魄鸠占鹊巢，因神志不全，他并不记得这一幕。原来原身不凡，竟然也是来自天外，难怪我会有2种本命神通。长生不死已是超越规则的存在，是世间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大道尽头，我却轻而易举获得。第2种本命神通如意，既随我心，亦可称为万法。原来如此。说实话，当初眼睁睁看着你吞噬龙脉元精，本来以为最后至多就是个中3境罢了，没曾想就短短500年光阴，你竟然硬是以蛮兽之路途比肩陆地神仙，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虽说画地为牢1000年，但以前也见识过很多妖族所谓的天才修士，可他们与你相比，云泥之别。天下境界久为极，而蛮兽则不然，大道路途截然不同，唯一能够参照的只有战力。500年光阴看似漫长，可在上3境的修士眼中，
不过弹指一瞬，我却利用这一瞬光阴，直接成长到战力比肩陆地神仙的高度。这等天赋，纵览妖族历史，也寥寥无几。那你看，我具体能够比肩上3境当中的什么境界？我比较想知道，自己现在是不是属于无敌？不大好说。不过那薛权是上3境之中的天门境，你的战力只强不弱。修士第7境天门境，得此境界者，可观想远古飞升之门，上有仙法魔刻，若能领悟，成道不远矣。这才半交之躯，便是天门境。若是彻底蜕变，岂不是大道指日可待？蟒化蛟，蛟化龙，追寻的是生命层次的蜕变，与境界无关。这类蜕变比较玄妙，虽说与境界无关，但却决定了你的最终上限。所以，若是有朝一日能够与风羽化真龙，那才是真正的无敌。姓金的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咱俩可是斩鸡头烧黄纸的拜把子兄弟，这么长时间不来看看我，你安的啥心？家里今年富裕些，给你们送点豆腐过来。来啦，快坐。还是这味道。学塾那边，柳先生教课严厉吗？听去过陆叶城的大人说，教书先生脾气都很严厉，动不动就打板子，下手不轻。柳先生可好了，不光学问大，脾气也温和。除非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犯了错，不然平常就算落了课业，也从不小题大做。对了，诺，这可是柳先生看我聪明特意给的奖励，读一份，羡慕不？看不懂。经理，过了年你就15了吧？该找个媳妇儿了。我看村西头的胖二丫就不错，那大定准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到时候我带他练字读书，咋样？家里穷，没人看得上我。况且现在我也没想成家，等长大些再说。15岁的年纪，在这平均寿命不过60的世道，已然可以成家。但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男女情爱。没意思。等你什么时候觉着合适了，我就去找娘亲。算了，还是让媒婆去给你说亲吧。李秀娘这些年风言风语多，虽说没做过错事儿，但名声终究不好。我得好好读书考功名，以后没人再敢说我家闲话。我和家树很早就认识了，他还是稚童时，我娘亲病重，田里活计全靠我，求了好多猎户带我上山，都被拒绝。是家树的父亲收下我，教我手艺和牛角功。后来他为了救我，死在了大山里。这份恩我记一辈子，也始终愧疚，不太敢面对他们母子。好在李秀娘从无怨言，悲伤散去后，两家人的关系反倒愈发亲近。赶紧，趁着热乎气儿没散，给柳先生送去。李婶，我去吧。咋的？想抢功劳啊？别玩太晚，天黑之前还不回家看我不扇你。知道了，娘亲。先生，我娘亲给你做的红豆汤，快趁热尝尝。你现在还不认字，对吧？趁着学塾放假，家树麻烦你给经理上上课。不麻烦，先生放心，我保证给他教会。若是他们知道了未来命运的真相，会是怎样一番光景？想这么多做什么？时间尚早，继续抄书去。这是我从书上挑出来的一句言语，来，
你跟着我念：网谈笔短，迷事极长，信实可复，气宇难量。先生说有大道理的，什么意思？先生说了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女子应该敬慕那些贞洁贞操的人，男子应该效仿那些有才学、有品德的人。知道自己有过错就必须改正，不能忘记自己所学的本领，不要谈论别人的短处，不要依仗自己的长处，信任别人要能够复信，气量大度，才能包容更多的人和事。这样啊，果然是好道理。我的悟性不如家术，但我愿意吃苦，一次记不住就多读几遍。大白蛇，你以前过过年吗？记得一些，大部分忘了。总之，从前很热闹。大白蛇，要不咱们去脏福山找山神老爷过年去呗？反正你我都无聊，山神老爷更无聊，一起搭个伙。我和他八字犯冲，待在一块儿容易犯忌讳。先生，你一个人过年怪冷清的，要不去我家一块儿？我娘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倒不是怕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从不在乎名声，只是担心我的登门会给他们母子带来不好的言论。那些碎嘴婆姨最爱编排这些事。柳先生喝酒吗？从未喝过，还是算了。从赵家树口中得知，孤儿寡母这些年全靠城里开铺子的舅舅接济，才得以吃喝不愁。多谢。就好似刚刚生出嫩芽的种子，彻底枯萎凋零。以前听老人口说，人生本是一场远游，爹娘走后只剩归途。从前只当是无关紧要的话，如今我终于懂了，清清楚楚。大半夜的，一般人没这胆子，我倒希望门外是鬼，而非旁人。一起。听家属说，你已经认得那些文字了。已经记下了，只是我这束修钱，娘亲在世时家中微薄积蓄都用来买药了，束修所需的1两银子，我实在凑不出来。规矩不能坏，别的学生都已经交付，1年1两，半颗铜钱都不能少。暂时没钱也没关系，我那院子有些大，冬天已过，残留积雪融化时的倒春寒太冷，没钱就出力。以后学塾的铲雪和清扫都归你，以此来抵那1两银子。银子我没有，但力气有的是。寻常人看不出门道，行家里手能察觉，丹书道一下似镇压着恶蛟。云老，那大渊救南岳山君到底什么路数？走一趟天王山脉，不光有你和吴供奉坐镇，咱们身后还吊着36名天字阁的死士，以及2000铁骆驼精锐骑军。这待遇，估计咱们大庆版图上所有的中型仙家宗门都得俯首称臣。需要弄出这么大动静吗？除了陆地神仙坐镇的山门都能轻松踏平，而且所有人此行都只是为了保护我。这南岳山君有这么大面子，还是天王山脉，让大庆都要忌惮。一尊破烂神器罢了，风筝的王朝都没了，能有多厉害？殿下，你如今才刚刚跻身素胚境，对于很多被王朝秘密封存的神异之事所知不多。这旧南岳山君能够在大庆版图上割据一方近800年，不是没理由的，绝对不能小觑。此行需谨慎行事，这里不是皇城，由不得你胡来。既然知道这天王山脉是旧朝遗留，还不愿与大庆俯首称臣，为何父皇不干脆派遣大军直接将其踏平？这样还更爽利些。哪像现在，在自家版图上，我还得跟做贼似的，小心翼翼。从小在皇宫长大，深得宠爱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从没受过这种憋屈。
我是他半个传道人，亲自指点他修行，只求他能安稳登高。云老，我出京城之前，父皇告诉我的东西不多。咱们此次前去，就是与那位旧南岳山虎做笔买卖，成与不成，暂时不太好说。不过只要是成了，咱们大庆王朝往后400余年的国运必定会上涨不止1成。国运牵连整个王朝，当年大渊王朝就是国运耗尽而崩解，才有了大庆和西楚，让大王朝400年国运上涨，连陆地神仙都做不到。听您老这么一说，还真有些意思。若能将这桩买卖做成，对殿下你或者我都是大功一件。未来的夺嫡，算了算了，不说就是。青山妩媚，江湖多娇。这帮子山上人还真是欠揍的紧呐！敢在老子头上御风，活腻歪了。看样子是补天教的人。补天教又怎样？这里是大庆，不是苍狼，还轮不到他们目中无人。算了，这档子口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收收心，任务要紧。哼！看来想要天王血脉机缘的，可不止我们大庆一家。补天教既然到了，估计大商版图的劫天宗也会在。哼，看来这趟起码不会无聊。活了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华贵的女子，比城里高门大户的人还气派，得小心伺候。哎，两位贵客到此有何要事？我们是来拜见山神的，还劳烦老人家帮忙领个路。土生土长几十年，从没听说大山有山神。天王山没有山神吗？咱们这儿是小地方，从无山神拜祭。二位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祖师堂传信说有山神，不该出错才对。我倒要看看这村子有什么猫腻。这是我2个以前的朋友，我来带路便好。自我介绍下，我叫柳相，是村里的教书先生。陆渊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山神，让我来待客，还叮嘱进村之后要守规矩，不然……补天教弟子苏毅。眼前这个教书先生是个货真价实的妖王，他散落的灵星妖气，苏叶境界不够，察觉不到。妖王媲美陆地神仙，怎么会在这里当教书先生？这位是
奴家董子居，补天教执事，见过柳先生。我故意泄露一丝妖气，要让他们明白，别在村里找麻烦。劫天宗、补天教都来了，倒是有点意思。请。二位，陆渊说时辰未到，还请稍等一段时间。谢谢。对那女子感兴趣？她很干净，是我见过最干净的人。心湖如镜。妖族修士修为达中3境后，都会觉醒本命神通。钱离的本命神通名为玲珑，能直观修士心境变化。他自化形起，便能看透人心善恶。我的心境善恶对半分，所以钱离最初怕我，如今又亲近我。苏毅模样不出众，可内心干净清明。钱离平生罕见，难怪他这般欢喜。既然如此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这女子可以免除一次死刑。以后的村子不会再这么平静了。不过这与我无关。此次接客已是还陆烟人情，赌约输赢之前，诸事都与我无关。跟我走，在村子里安稳点儿，别有什么坏心思。敢问前辈名号，师出何门？咱们这位教书先生，可没我好说话，你们最好尊敬些。两位护道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，显然也忌惮这位教书先生和薛权，我还是谨慎些好。等着。云老，吴克勤，这人什么来头？殿下，这位仙师名为薛权，山泽野修出身，一路坎坷击碎上3境，成了劫天宗的头等供奉，货真价实的陆地神仙。这样的人物能拉拢就拉拢，别招惹就行。我也如实告知殿下，免得你初出茅庐闹出什么幺蛾子。真人不录像，录像不真人。云老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猜不到这么个不修边幅的瞎眼汉子，竟会是位山巅仙人。薛仙师之所以在山上名气大，是因为300年前与人往死里打了一架，也因如此瞎了一只眼睛。后来也是因为这事，褪去了山泽野修的身份，成了劫天宗的供奉。能仔细说道说道。300年前，薛权刚刚跻身上3境之中的天门境，又是山泽野修出身，行事百无禁忌。有次在一座遗落秘境当中，更是一人坑杀了100余位前来寻宝的仙师。死去的那些人当中，就有4位出自劫天宗。作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宗，劫天宗怎会忍下这口恶气？于是2位执掌戒律的执刀人出山追捕薛权。薛权是天门境不假，可面对2位与自己同境的执刀人，自然不敌。一场追逃整整持续了5年，最终2位执刀人合力将薛权逼入东海之底。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即将斩杀此辽回宗门复命时，异变突生。具体细节外人不得而知，结果却是2位劫天宗的执刀人差点都死在了东海底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
接天宗副宗主岑道玄及时赶到，这才救下了2位执刀人。故事到这儿才堪堪过半。岑道玄是那个山上公认脾气最大、敢一人单挑整个神霄宗的岑道玄，就是他。这位岑大掌教的脾气，天下皆知。按照他的境界修为，收拾一个占据天时地利，哪怕再加上一个人和的薛权，最多也就是几件的事情。但此事的结果让整个山上仙门都大跌眼镜。事实上，自岑道玄出现那一刻起，薛权的败局已经注定。后者心存死志，面对比自己境界更高、道龄更为悠久的山巅神仙，竟是没半分退意，悍然出手。二人的那场大战，打得东海之水掀起千层海啸，逼得9天之云不得不退。最后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。岑道玄非但没杀了薛权，为门内弟子报仇雪恨，还主动招揽薛权为首席供奉。这结果让很多不知真相的外人，时到今日依旧摸不着头脑。让山上最不解的，不是薛权能成为什么首席供奉，而是他对岑道玄出手后还能活着。是啊，我记得当年因为好奇这个真相，大庆这边还花费不小的代价打探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非但没得知半点内幕，还搭上不少零食。这买卖可亏到姥姥家了。那场架，薛权确实输了，毫无悬念，甚至出手后连岑道玄的一招都没接下。但薛权真的就弱吗？未必，刚刚破境就能与2位老牌天门执刀人周旋5年之久，最后还差点将猎物和猎人的位置兑换，绝境反杀。这样的战果，饶是放眼整个天下的历史上，也不多见。看来这薛权薛大仙师果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光阴荏苒，现在的他是否又再度破镜直上化虚呢？身为皇室子弟，我执意修道成仙，就是用继承大庆皇位的可能，换取一份大道希望。若不是为了长生不朽，为了亲眼看一眼世间最高处，以我受宠的程度，何至于此？谁知道呢？自从他加入接天宗后，便彻底沉寂了下去，很多年都没他的消息了。如果不久之后的某天，薛权若对我动手，云老和吴供奉能做到何种程度？原来，所谓陆地神仙的分量，要比我想的还要重。若我2人不顾性命，薛权杀不得你。算了，我也就是好奇而已。云老没必要说的这么严重。比起薛权，我倒是更好奇那位教书先生是什么来头。之前薛权的话里话外都在提醒我们别惹教书先生，显然就连薛权这样的陆地神仙都对他忌惮3分。殿下，咱们是来做买卖的，其他事情还是低调谨慎些好。知道了，只要咱们行事在规矩之内，就不会有什么麻烦。紫衣妇人与青衣女子是补天教的人，与你们截天宗有渊源。一个补天，一个截天，要说2者之间没点故事，谁也不会信。我就是个外门供奉，截天宗老皇帝上的事情，我从不参与。你如果真好奇，干脆问那2娘们儿，还爽利些。纯粹好奇而已，对方不说也无所谓。接下来该怎么搁置这2方势力？没坏规矩就真当没看见，任由他们在村子逗留。大庆和补天教此次的目的与我别无二致。我为大山机缘付出太多，若是被他们捷足先登，别说没法向截天宗交代，我自己都羞愧难当，这也是我不待见他们的原因。三秋，春生秋落，秋收冬藏，4季轮转更迭，唯有年份到了酒水才有滋味。我就是个糙人，有话直说，别老咬文嚼字。读书人就是这样，一句话能说清的事，偏要拐弯抹角，彰显自己有学问。我以前是山泽散修，向来能动手不吵吵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路，等修为上去了再报仇。
就算加入截天宗300年，骨子里还是以前的我。若不是打不过柳下，我早就琢磨蛇羹配什么中药了。薛大神仙就这点耐心，几百年的心境，修为底子也太差了些。陆渊的新生传信，你应该也收到了。意思很简单，不光是你，连我乃至大庆那边与补天教都要等一个契机。契机一到，最终结果如何，自然会浮出水面。放心。陆渊虽喜欢在背后搞阴谋诡计，但对承诺还是挺看重的。你们当初那笔交易我也知道，他既然答应你能带走1人，那资质铁定不会差，甚至更厚。三王峰那边就是这事儿。开饭，薛大神仙，要不要一块吃点儿？亏谁都不能亏了自己的五脏庙。柳先生大方好客，在下也不好推辞。20年时间还没能从那一剑的阴影下走出来，连个本命剑心都凝结不了。苏毅，你真的不适合练剑。练剑有什么好的？非要把自己逼成不人不鬼的模样才肯罢休。也就是看在你师傅的面上，我才教导你这小辈2句。若是换成其他人，我都懒得搭理。咱们补天教内剑修虽不多，却也不少。当初你这丫头不愿更改风头，执意要留在小雀峰，成天只知道对着剑谱练剑。剑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有名师指点，没有前人点拨，你的坎坷早就注定。既然之前的路走不通，为何不干脆换条路走？你师父对你如此疼爱，定然不会阻拦，甚至还会倾囊相授，为你更换道路。执迷不悟的下场都不算好。感觉重量不太合适。东一，没关系的，这是我自己从小选择的路，既然选了，就没有回头的可能。劝了他好几次，每次都是这句回答，真是执迷不悟。按照祖师堂的密信内容，咱们估计要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，不打算出去走走，没准儿还能为你山头带回个小师妹、小师弟什么的。下山本是为了散心，若不是半路收到宗门传信，我根本不会来这里。除了宗门任务，其余事情都不上心。行吧，行吧，我说不动你这妮子。不过宗门可是有名言的，得带回1、2个身负气运的龙种。你练剑闲暇之余，也可去村里多看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喜欢钱，又是梨花，所以叫钱梨。这名字挺好。这位姐姐，你虽说长得不好看，但心是真明亮，很难得的。女子既爱美，
这话也太直白了。千里啊，你也就是在这大山里没人计较，要是出了外面，估计花瓣都得被人薅光了。大山外面这么可怕吗？还要薅花瓣？还是一辈子待在大山里好了。啊！走路慢些。流利道胎，名不虚传。看来这趟出门运气不错，小小村庄竟藏着这样的好苗子。大清国库密封卷宗记载，天王山脉之行便是为了寻找这些好苗子。买卖若成，大清国祚气运将会上涨。那老人家是谁？我在村子里待了好几年，从没见过。倒是个稀奇的生面孔。在我们这些山上人眼中，女子再好看，也不过是老天爷赐予的皮囊，百年千年后，终究逃不过粉红骷髅的下场。这般妇人不衣的模样，反倒比倾国倾城更令人喜欢。看过便罢，终究是过眼云烟。补天教执事董玄机，见过道友。云莲衣，你们补天教坐落大仓，与我大清八竿子打不着关系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山上的来来往往，相互之间多些礼数，终归是不会错的。怎么，你们补天教的也想来分一杯羹？天下机缘能者居之，更何况是陆山神亲自传信，我补天教再不来，可真就说不过去了。倒是你们大庆作为旧王朝的窃贼，才最没脸面来这儿吧。既然云老神仙说不必客气，我自然不必拘谨。这番话便试探试探他。董玄机身在异乡为异客，万一出了村子就身死道消，可不大好。多谢道友提醒，是奴家失言了。我境界不算最高，也不算最能打，但行走山上多年，察言观色的本事还是有的。试探而已，服个软也不会吃亏。老夫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提醒一句，村里可是有个截天宗的神仙大老爷，走路时最好悠着点儿，免得鬼打墙被套麻袋打闷棍儿。告辞。真是点子太背，这破村子里怎么还会有截天宗的王八蛋？柳相教的这些学问，我5岁时就已烂熟于心，倒有些怀念小时候求学的日子了。皇家子弟读书，夫子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大儒，要么是六阁学士，学问极大。可我对他们没什么好感，成天吹胡子瞪眼，引经据典。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以前我不想学，拉着兄弟姐妹逃学，他们还在后头追着讲，烦死了。如今我长大了，成了山上仙师，逃离了文字牢笼。可偶然想起，倒也怀念那些老头的闲言碎语。才多大年纪，就会伤春悲秋了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多想想红袖楼的花魁姐姐呢。好漂亮的大姐姐！我天生阴鱼下，长得好看，又不是第一次被人认成女子，真要计较，
早就憋屈死了。那什么，我其实是大哥哥。完蛋，娘亲村花的名号要被抢了。还好是个妖人，确信无疑了。如果是来听课的，现在学塾要关门了，请你离开。如果是找我有事儿，抱歉，不想听，你也可以走了。我对陌生人从来没什么耐性，薛权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听说先生有3不收1不交的规矩，在下刚刚籍贯未到双10，束修是1两银子，刚好我最不缺的就是这个，剩下的2不收。先生，你看能不能用银钱弥补？若是白银黄金不成，山上灵石也是可以的。想成为学子，只是心血来潮。薛权的话让我断定，这位教书先生绝非普通人。反正我不缺钱，不如卖个乖，混个脸熟。3枚上品灵石，我想应该够做学堂的敲门砖了吧？货真价实，可我是蛮妖，不需要天地灵气，灵石与我和世间钱财无异。我2境素黑的修为，竟半点反抗余地都没有。明天开始，允许你进学堂旁听。多谢先生。刚才陆渊忽然千里传音，让我允许刘月上课。我本不想给这些外来人好脸色，可寄人篱下，陆渊开口，我无法拒绝。你欠我一份人情，记得还。没什么滋味儿。喜欢啊，送你了。妈呢妈呢，我都要赢了。经理，得你陪我糖葫芦。愿赌服输，1颗铜钱到手，舒坦。经理搅局了，不能作数。欺负小孩子好玩吗？好玩啊！上学不找点乐子，我得闷死。要不要再来一局？只要你赢了，不光我承诺的糖葫芦作数，你还能赢回自己那枚铜钱，咋样？赌注我帮他给了，2不相欠，好好上课，才多大点年纪，赌什么赌？今儿运气不错，开门红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想啥呢？没什么，没事没事。大白蛇说了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当然，苏姐姐可是仙子类，自然不是什么庸人。这只是比喻，比喻晓得不？没关系，天底下哪有事事不庸的聪明人呢？大白蛇，大白蛇不是柳先生。放心，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要不到铺子里坐坐？见过薛供奉。放心，我还要点脸，要动手也是朝那婆姨一个小辈就算了，现在又是在村里，我也不能坏规矩。两宗门明争暗斗，每年都有不少修士生死道消，我不敢确定他有没有别的算计。不是。紫衣娘们儿是你师傅，也对，那娘们儿也教不出个练剑的。之前看你的气机走势，是修行补天教的素凤章。前辈对补天教很熟悉，以前杀过几个。没事，你不用紧张。我认得素凤章，完全是因为以前有个熟人，刚好你与他气息相近罢了。
不知道薛前辈说的是哪位师门长辈？前辈年纪比我大，能与他称兄道弟的，岁数定然不小。名字好像叫白芝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怎么，死了吗？不应该呀，他的修行资质，活个300-500年没什么问题。回前辈，您口中的白芝，正是晚辈的恩师。没成想，当年的小丫头都能为人师表了，真是老了。她还好吗？一切安好，好就行。薛瞎子，你就没点故事？千里根脚特殊，在村子待了100年，我知晓一些内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天真烂漫，让人讨厌不起来。故事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，既不气派，也不风流，更多的还是被人追得像狗似的满山跑。命大没死，才活到今天。让我吹嘘这些，我可没这脸皮。而且肚中墨水不多，也讲不出柳先生那样一大箩筐的故事。没关系啊，人有人的一生，妖有妖的经历。柳先生可说了，这些事情可能刚开始经历时觉着没什么，等过了很多年再看，就别有一番滋味，都可以下好几坛子三秋酿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走吧。真是白费口舌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他居然不听。等等，看在你师尊的面上，给你一个福缘提示：既然是练剑，不妨在村子多逗留些时日。记住，是多逗留。规矩都摆得明明白白，还有人不听劝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找死！第一次，不听劝是吧？记大不记吃的玩意儿！这无疑是在打大庆的脸面。云老，谁出的手？还能有谁？薛大神仙呗！殿下，从一开始我就说了，这里是天王山脉，不是京城，由不得你胡来。立功心切也要有个度。吴老弟是皮糙肉厚，筋骨结实，要是换成个炼器试试看，早就成一滩烂泥了。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殿下，山上人不比山下，一切得按照规矩来。陆渊愿意让我们进入天王山脉，还留下无用一命，已经是最大的让步。若我们还要得寸进尺，谁都说不好是个什么下场。算了，那我还是继续听启蒙书去。还劳烦云老为吴克妻疗伤。放心吧，殿下。解天教私底下定然与陆烟做了买卖，达成了协议，薛全才会这般守护天王山脉，甚至不惧与大庆翻脸，手笔定然不小。说不定是让解天教永久占据气运种子的部分名额，大概率是这样。但二者权责不对等，期间肯定还有其他交易，具体是什么就猜不到了。来了快半个月，也没见南岳山君现身，难道是被规矩束缚，不能自由行动，或是不能走出大山？两种可能都有。这般看来，大渊遗留的东西绝不止气运那么简单。无用的堪舆踪迹一直半遮半倚，找遗藏倒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试探薛全和陆渊的态度。若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大可放开手脚。若是只是轻微警告，我也不会在意。可现在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猜想。我最好奇的还是柳先生的身份，是仙人，不像，没有丝毫灵气变动，看待上品灵石就像看待粪土；是武人，也不像，没有半点罡气痕迹，步伐也没有行家里高手的样子。难不成是妖？
哼啊，刘浩，就你这脑子，还好意思说自己聪明？妖教人开智，这几率比随便出门遇见陆地神仙还小，怎么可能？先生，你是孙野城人士？嗯。先生，那先生以前走在大街上，有没有见到过一间吉祥包子铺？没有。啊，没事。先生以前没见过，以后等返回城里了，估计可能就遇见了。那是我舅舅的铺子，听说生意可好了。本来打算年关的时候去城里找舅舅过年，可娘亲说舅舅走不开。先生，你说一个包子铺过年都这么忙吗？连吃个团圆饭的时间都没有？可能是不想打扰。啥意思？自己猜去。先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哪有这样卖关子的？吃饱了，赶紧滚蛋。好嘞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小镇里边有点气运，基本都在那座学士船里。柳巷在这里开设学眠，应该与山神陆烟有些瓜葛，算是变相的为那些气运种子护道和传道。所以要做买卖，就得从他们当中挑选。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，这位山君很贪心，都在等咱们先开价，然后再按价格挑人，肯定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，不然剩余两家心生不满，以后的买卖肯定也就做不长久。是这个理儿。我花费大价钱才彻底弄清楚那些种子的优良侧差，太好的估计咱们买不起，就算舍得大出血，往后的路上还有个万一，谁都不能保证大道无忧。这些天我绕着村子瞎逛，也看出了表面端倪。殿下说的没错，云老，你说我要是用一个最低的价格为大庆买回一个最好的气运种子，朝堂上那帮子老年木会怎么想？殿下不可啊！记得皇城之内有棵公槐，对吧？上学去了。怎么都夏天了，还一股子猫骚味儿？也不知道谁家养的野猫到处乱窜撒尿。听说前些天隔壁邻居家里下了一窝猪儿，全是公的，不像咱们村里某家10几年没个带瓣儿的。破鞋就是破鞋，还成天捯饬打扮，擦灰等客呢。那也比某些个看着腚大腰圆的粗妇好。我好歹还有个儿子。嫂子，其实女儿也挺好的，虽说长得随了娘亲没人要，连跟谁姓都得数手指头，带瓣儿又怎么了？说到底还是个被他娘拖累的野种啊！对，起码还是姓赵不是？跟我斗？只要不像吴用那般别有用心，大山不会主动驱赶外来客。起！小小封印剑竟然能养育出一头妖王来，匪夷所思又难以置信。看来大渊的遗藏比我们想象的还不可思议。
方分明就是冲我来的。孽畜！臭婊子骚婆姨，给大爷滚出大山！这里不欢迎你们这些外来人。看着大妖修为，起码与我同境，还是精修体魄的灵妖，肉身强横，堪比仙家灵气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成雕大爷，我还没发怒，赶紧滚！不然大爷我今儿不介意破例一回，尝尝人肉是怎么个滋味。行了行了，小黑子，我叫你好好跟咱们董执事说话，你咋个这般不讲礼数呢？人家是客，好歹给几分薄面不是？是这婆娘听不懂人话，好言相劝还不领情，就只好打一顿，再丢出大山呗。你他娘这叫好话！畜生就是畜生，连最基本的礼仪规矩都不懂。还有传音的道友，不管你是人是妖，今天要不给个说法，就别怪我碎山断江了。大爷，我是妖，讲个蛋的规矩礼仪，你走不走？我这是卖山神老爷的面子，不然非打得你血哥变血哥不可。南岳山君，是我，手底下的人不懂事儿，董执事可别见怪。我倒是想见怪，可我哪里敢？陆渊的身份、来历、大致境界，补天教密档中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前辈可否见面一叙？果然是个没卵的娘们儿，怂得真快。小黑子，你也少说两句，就你这张破嘴，亏的是生在天王山，要是搁在外面，开口第一天就得被打死。大山确实不欢迎外人。不过，既然是小黑子无礼在先，作为赔礼，你大可登山臧服，与我见面聊。多谢前辈。跟紧了，要是找不着路，我可不负责。第一指诀不是高深莫测，也不是潜龙在渊，就是普通。周遭连半点灵力都没有，若不是在山巅遇见他，穿着古时官袍，我真会以为他是个悠闲等死的小老头。有些失望。奴家见过山君大人。时隔千年，你们补天教还是这么重门风知礼数，能完完整整保留下来，实在难得。山君大人谬赞了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当年月卓这小子就死板，不过死板也有死板的好处，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，尤其精华，剔除杂粕。月卓乃是补天教开山导祖，更是天下巅峰10人之一，陆渊竟直呼其名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我传信到你们祖师堂的密信，你应该看过吧？一字不漏。那你就应该知道时候未到，这么心急做什么？还是说得了月卓的授意，想要学一学大庆与西楚，也来当一次窃贼？纯属好奇，并无其他意思。真是这样就最好，不然这笔双方共赢的买卖可就得毁了。世上人的贪心为何从没个限度？得了好处还想独占，实在太过分。山神大老爷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就先去村子看看了。
毕竟答应过一个人，现在那人都死了，我就更没法反悔。去吧去吧，那也是你的一桩机缘。还有，以后在别人面前别跟个流氓似的，会堕了我们天王山的名声。得嘞。还有一段时日才能最终拍定买卖事宜，在这之前，董执事不妨与我一同观看一幅画卷。画卷内容跟你们补天教有关，而且会很有意思。这东西也就逢年过节舅舅来时才会有，平日里就算再撒泼打滚，娘亲也舍不得给我买。世上还是好人多啊！瞅啥瞅？要是不吃就还我！好几颗铜板一串，想想都心疼。嘿嘿，我凭本事赢的，还个屁！家树，这都这会儿了，你还不回家？不怕你娘打你个屁股开花？没得事儿，我一个爷们儿晚回家能咋的？再说了，挨揍这种事情习惯就不疼了。英雄好汉，我跟刘月的比试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怎么，怕输？经理，你是不是也想抢我的糖葫芦？那咱俩说好了。你赢了可别想糖葫芦，这是我的。行行行，都是你的。晚上搁被窝里慢慢闻着咽唾沫去。对了，这次出来好像没带盐。家树，我家离得近，你去取点过来。有事？没事。你这是在装傻，还是把我当傻子呢？故意支开赵家树，不就是有些话不想让他听见吗？你为什么要一次次与赵家树打赌比试？看上去可能只是为了好玩，但家树还小，对于很多事情都只是不懂装懂。你这样做对他影响很大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以此为借口接近他，至于目的就更不清楚了。不过，如果你若是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你能如何？杀了我？哎呀，你说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好不容易能找件上心好玩的事情，你非得把人往坏处想，越猜越觉着我不像个好人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就这么讨人厌吗？经理，你这心思以后得改改，不然容易没朋友的。难不成我真的猜错了？他真的只是单纯陪家树玩？经理，听说你从小就上山打猎，应该对大山很熟悉吧？能不能说说这山里有没有什么禁地，或者是村里明令禁止不能前去的地方？山太大了，村里世世代代将能去的地方都踏出了山野道路，还真没有说什么禁地之类的。不过臧福山那边最是危险，就连村里最为熟知大山脾气的老猎人都不愿意踏足。哦，难不成还死过人？听说以前死过几个，不过真假就不知道了，我是没亲眼见过。不过既然是老一辈人的叮嘱，又有那么多人信奉，没谁真头铁去一探究竟。反正我是不敢，能好好活着就很不容易了，作死这种事情最好别做。我就随便问问，别这么紧张。有趣，以后你能不能别和家树打赌了？他人很聪明，以后肯定是块读书的好材料。要是沾染上不好的习惯，会毁了他一辈子的。小赌怡情，大赌才伤身呢。再说了，我跟他就是比试着玩，真没别的意思。不然你想想看，来来回回都多少次了，赵家树输过一文钱吗？没有，是我一天一串糖葫芦哄孩子开心呢。道理不是这样讲的，有些东西输赢从来不重要，只要是开了头，便很难再收得了心。想法和念头一旦产生，就会很难驱除，随着时间慢慢累积，最后甚至可以让人心性彻底翻天覆地。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？不是，是先生一次闲聊时提及的。我后来自己也想过，好像确实是对的。
行，从明天开始，再也不会有赌局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再也不会有赌局了。这些天修行毫无起色，每次抵达关键点，体内灵力都会如决堤江河般崩溃流散，终究是功亏一篑。我不甘心，可一次次失败都在本就支离破碎的心境上再添伤痕。等伤痕够多，就算我不愿，也只能更换道路了。山下有静神养心的说法，仙家门派亦受用。凡夫俗子觉得修行了不了，唯有真正吞吐天地灵气之人，才知其中枯燥。心境不足者，甚至会被逼疯。记得小雀峰师尊的道院内，师兄师姐们这时候应该还在聆听长老传道吧？修行路道阻且长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不知道我如今这副境地，若是师父见了，会不会恨铁不成钢，觉得当初就不应该收我这么个庸才做徒弟呢？应该会吧。哼，还神仙呢，跟个自怨自艾的清管差不多。本以为这次过来会有意思些，现在看来也就那样了。大庆的人，大庆的人，对方来者不善，稍有不慎，我便会生死道交。大庆天字阁5人，至于名字就算了，死人不需要知道。我从未招惹大庆之人，为何会莫名其妙招来杀身之祸？本来还以为只是个运气好得以登山修行的花架子，没成想还是有几分真本事。听说你还练剑，这就很好，不然1、2拳下去就得跪地磕头，会很没意思。剑诀12，金灵。以多咬死象，若任由甲胄被划破，仅凭肉身，绝难硬抗这些锋锐剑气凝聚的金鳞，那般下场与凌迟无异。剑诀15，流光。小娘们儿，这剑不错，有名字吗？雀眉。太脂粉气，不好听。剑诀8，卸甲。难不成这些山上神仙这么不禁打，一拳就撂倒了？剑诀16，青雷。嘿嘿嘿，来得好！若你只有这点能耐的话，接下来被我打死就一点都不冤枉了。我和你们大庆无冤无仇，何必要分个你死我活？这一剑我已手下留情，别不识好歹。看来他就是个疯子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我是死士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时候到了。旧南岳山君挺厉害的，咱家既然作为大庆的公怀，怎么着都得来见一见。
这次算是给你的见面礼。疯子，剑诀118，进城！那汉子为何突然对我出手？我那道剑气由心神掌控，绝不会无缘无故脱离轨迹。可他终究还是杀了人。村子里怕是待不下去了，要么薛全来送客，要么柳姓妖王扫我出门。薛仙人是来下逐客令的吗？薛仙人是来下逐客令的吗？这一趟其实不该我来，也不是来下逐客令，就是念在我与你师父的那点香火情，特来提醒一句，最好早些离开，不然等某人彻底转换心性后，他可不会顾及什么规矩不规矩，杀起人来，我和陆端都阻止不了。只是因为一个凡人。知道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山上修行之人什么吗？就是这副高高在上的神情作态，觉着入了山修了道便高人一等，论境界，论修为，亦或者心境、机缘等等，在我面前，你与凡人也没什么两样。你刚才的言语，当年你师父都没资格说，你凭什么？我有错，我杀了人，但要说这是大错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话已至此，是走是留，随你。原本的大好局面，薛全这位上三境陆地神仙的香火情，与村子本土精怪的友情，还有那句看似善意，实则送我机缘的提醒，如今就因为我无意的一剑，彻底化为泡影。修行路上，果然变化无常。我出身名门，修道数百载，见识过山上人的人心叵测，也见识过山下人的阴谋诡计。本以为所谓草蛇现现，也不过如此。可见识过陆渊给出的那幅镜面画卷后，我竟差点心境不稳，道心破碎。昨夜，那紫衣妇人在雪楚外徘徊许久，却始终不敢敲响门扉。我那时就站在门后，可惜最后还是选择了自作聪明。看来两方势力为了赵家树还真是不遗余力。一个琉璃道胎，值得这么多人寻死吗？经理，刘月是坏人，是他杀了我娘亲，什么真相全是假的，假的！慢慢讲，说清楚些。那些外乡人都是坏人，他们的目的都是我。娘亲的死也是为了让我斩断尘缘，好安稳修行。经理，我不想成为什么仙人，我就想好好陪着娘亲长大。他们为什么这么狠毒呢？家树，记住今晚的言语，
只能你我2人知道，绝对不能透露出去。听到没？老村长他们再怎么年长，依旧只是凡人，对这件事情不会有半点帮助。况且他们的目标是你，一旦知晓你得知了真相，谁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咱们最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放心，我不会让婶婶白死的。没事了，睡吧。家树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们不是亲人，却胜似亲人。我这一生大体来说是不幸的，以前有娘亲在，总还能保持对生活的希望。现在我也在朝着向往的日子努力，可有些恩总得还，有些公道总得讨。李婶不明不白的走了，留下家树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。讨公道这件事，好像只有我适合去做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与那孩子说这些？为什么不能说？反正最后他都得踏足修行，只是传道之地尚未定伦罢了。该知道的终究还是得知道，早晚的事情罢了。况且若是不说的话，杀人的罪名就得结结实实扣在咱们头上，对宗门或是你都不是什么好事，还会阻碍道胎的最终选择。事情真相说开了，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东西大可告知雪土先生，或者是坐镇此地的薛老神仙，这样才最符合规矩，而不是私底下单独与道胎挑明。大庆那边还不知目的已经暴露，接下来的下场怎么说都得失去这桩气运种子的交易，甚至更惨一些，比如死上一个皇子什么的，结果都是如此。我与谁挑明好像也没什么关系，况且我这份私心还不是为了你。怎么说呢，李秀娘归是死在了你的剑下，与道胎卖一份人情，功过相抵，宗门那边也不会因为此事怪罪。董姨，有时候太过贪心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修行之人若不为大道前程算尽心思，如何与其他人争渡而上？若是能为宗门带回那孩子，我们的功劳赏赐难以想象。你要成为剑修，可能这便是契机所在，而我也可借此更上一层楼。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何不做？大庆出局应该不会有任何意外。可是董姨，别忘了村里还有一个劫天宗的薛权，他坐镇村落100年，背后没点与山神的私下交易，谁都不信。说不定道胎的最终归宿早就注定，我们挖空心思，还冒着得罪一位妖王的风险。若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此事我自有打算。不妨告诉你，村里不光有琉璃道体，还藏着一位天生剑胚。我私底下与薛大神仙有过一场讨论，他也曾明确表示过，根据宗门门风已经各自思量，剑修如云的劫天宗更倾向于那位天生剑胚。两个未来成就不可限量的修道仆云，山神老爷绝不会让某一家独占。咱们带走道胎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了。那位坐镇雪楚的妖王，我虽只简单见过一面，却也能察觉到此人绝非善类。修道之人最怕的就是万一二字。殿下，你此番行事就不怕折了道胎的心境？他年纪尚小，经不起太大波澜。还有那位老公怀的到来，怕什么？我想要的本来就是让道胎心境折损，若是完整，我们还很难与劫天宗去争夺。就像一件精美瓷器，一旦有了缺陷，那么价值就会大打折扣，既能让赵家树出现瑕疵，又能为其斩断红尘牵连，一举两得的事情。况且我的谋划可不止这2得而已。大清王朝国力鼎盛，不容旧时余孽放肆，不赶尽杀绝，已是大清皇室最大的仁慈。陆渊不识好歹，那就送一份见面礼，好好提醒提醒这位旧南岳山君。所以那妇人必须得死，罪名也必须按在补天教的头上。至于老公怀的到来，不是你们应该操心的事情。殿下若不修行，未来你都有5成的几率坐上那张万人之上的龙椅。那张椅子他们打破脑袋都想去争去抢，可真穿上了龙袍又如何？
还不是短短100年光阴罢了。比起权力，我更向往山巅自由。哎，你来了。今天不去学术，家里吃食不太够了，得入山找些草药和肉食。这么辛苦做什么？要是缺钱，大可跟我借。反正我这个人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，还是不用还的那种。真不用还？我又不想借了。等等，经理，有没有想过以后出人头地什么的？暂时没想这么多，以后若是能安稳就是最好，不敢奢求太多。其实吧，我是那朝廷官员之后，家里有钱有权的很，以后你大可跟着我混，功名什么的有些难，毕竟国策摆在上头，皇帝老子都做不得假。不过钱财这种东西轻而易举，保准你以后衣食无忧。咋样？要不要考虑考虑？刘玉，那你跟我说说看，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？我长这么大，最多也就是见过落叶城的富贵人家的朱漆大门，真是气派。那算个啥？就这些货色搁在皇城那边，连做官员府邸的邻居都不够格。我跟你说，在我那儿，从京城城墙、官员品凳到红袖楼、销金铺，再到气势恢宏、不输仙家工业的皇宫等等，给京城客人给京城切换为居。今天时候不早了，要抓紧时间进山。你坐着，我先走了。泥腿子终究是泥腿子，一辈子都困守在思想赋予的牢笼之内。殿下，这少年有些古怪。我是武人出身，不同于炼器士看窍穴筋骨，定论一人资质好坏，武人以尽论好坏高低。那少年虽说有形资质，可年纪确实大了些，经脉堵塞刻不少，加上本身修行资质就不太好，原本都可以论定为废物。可是在他身上，我察觉到一股劲儿，很不一般。如果武人的劲儿是蛮狠、刚硬，那么这少年身上的就是锋锐、凌厉。天生剑胚，就他，还真是有些意思。不过知道归知道，按照买卖交易的规矩，带走琉璃道台已经殊为不易，再想加上一个天生剑胚，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算了，太过贪心反而不好，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做才能顺理成章。我本事就这么大，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，最终结果是好是坏，就只能求老天爷开开眼了。请进。娘亲以前叮嘱过，说您喜欢喝这酸菜红豆汤。我年纪小，也没怎么做过饭，您尝尝与我娘亲做的味道如何？我之前教导你们的圣贤道理当中，你觉着最重要的是哪一句？思无邪，不逾矩。既然觉着这句最有道理，那为什么还要跟京离说那些？你明知道他会怎么做的。先生，算我求你行吗？这件事情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谢过先生。从他利用京离的那一刻起，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模样了。我原本只想安安稳稳做完与陆安的500年交易，对于那些针对我不疼不痒的阴谋算计，始终视而不见。说到底，还是不在乎，看陌上花开，听风雨梦来。岁月洗礼之下，一切都不过是尘埃。巨人又何必在意蝼蚁的挑衅？可如今看来，我大错特错。妖性与人性，真的很难拎得清楚啊。刘月，能不能透露透露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？